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是给大家伙做了一个久违了的一个视频。这个视频呢，我们既不是摊分，也不是速通，不是秒杀啊，我们是进玩法。进什么玩法呢？就是天王难度，也就是整个小的时候游戏厅老板都不可以调出的最高难度。天王难度关羽进血进道具的一命通关。说白了不让咱们用道具的。这个玩法呢，虽然说很多人觉得啊，那不岂不是好无聊的样子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。这个游戏，关羽呢，其实对新手入门呢，并不是很友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看关羽 A 起来倒是挺好的，但是打 BOSS 连招，很多人不会连。比如说1、2、3、4飞龙在天啊，到后期升到20级，或者说是怎么啊1、2、3飞龙在天，他第4刀的时候呢，非常的慢，打有些 BOSS 不好打。飞龙在天，然后什么爆气、看刀什么的，这个对于新手来说啊，操作难度、操作空间有点大，知道吧？有点大，所以说呢就没有任何办法。那这里面呢，咱们进道具啊，大家伙知道一件事啊，就是说，因为呢，不让放道具，那小宝都不能放，在最高难度的今天，再不让吃血，所以说你每挨的一下揍，你每次挨揍啊，都是。要挨揍的啊，就说白了，你每次挨揍就是补不回来的。这种情况大家伙都了解。然后再有一点呢，就是说一命通关啊，这个有没有人能造成的？一命通关，天王进血啊，进道具我认为是有的啊，有很多玩家，比如说之前那个柱子啊，每次肯定不能，但是肯定会炸出来。但是呢，一币通关应该是标配啊。那这里面呢，多有一点教程项啊，就比如说咱们在没有道具在没有道具又频繁费血，因为啥呢？就是咱们全当咱们可以吃血，因为咱们菜嘛，高手他不菜啊，所以说他不吃血的情况下，咱们这个二哥怎么才能用自己的一把青龙偃月大弯刀啊，就是杀猪刀啊，专杀畜生的这个刀啊，这个去对吧？去这个通关，这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难度的啊，你懂的啊。好，来看看，既来之则安之啊。这个关羽呢，这个大家伙儿都知道，我不止一次讲过关羽的故事。这个关羽呢，为什么叫关羽？关羽就当官的这一刀，看不看见啊？难受啊！关羽呢是啥呢？就是领导发话啊，关羽。这个关羽。刘备是啥？就是对吧？这个关羽发话了啊，你留下被子啊，对吧？一张你就飞了啊，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刘关张在正史当中记载，号称啊，很多人号称是这个关羽比较大啊，说关羽是这个比这个刘备年龄大，但事实上呢啊，这个也没什么所谓的正史啊，《三国志》啊作为24史当中的一个。对吧？这个被大家伙公认的这么一个正史，但是《三国志》呢，毕竟啊，它并不是由职业史学家啊，这个不能叫史学家，他是职业史学家，那不是职业史官记录师。所以说呢，这个《三国志》的记载啊，有很多地方，咱们包括后来那个裴松之注，还有后面咱们可能很多人就把这个版本啊，就是不断的编撰，有可能很多这个内容都不是原先这个对吧陈寿写的了。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无从考证，而且在古代的时候呢，咱们非常注重什么啊？古人呢，大家伙都知道啊，古人首先在职业方面上重什么啊？一般来讲是士农工商啊，一般来讲啊，就是士农工，士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咱们就当官啊，这个读书人啊，对吧？啊，一般来讲读书人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做这个言官啊，或者说是怎么样啊，就反正当官啊。然后呢，农业，因为呢，咱们中国啊，大家伙知道啊，中国是农业大国，自古以来都是啊，包括现在啊，都是农业大国。好，一手暴气前手，你看这个伤害，连嫂子都打，不知道还以为单秒，兄弟们啊，不知道还以为单秒呢啊！1、2、3直接飞龙在天啊，呆啊，又 A 一点，他那个看刀的血量真的是太多了啊！飞龙在天。好，主要位置是不费血，前面为什么 A 那么多下？主要的想法就是为了攒点气儿。这3颗气暴气双杀啊，先是一个暴气，然后对吧？打完之后飞龙在天接看，大家看刀，这个伤害你们也懂的啊，非常的高的啊。但是很可惜，第一关不小心呢，这个被打了一下，对吧？不小心被打了一下。
好了，那基本上啊，那是这样的啊，就是咱们接着说啊，士农工商，这个工商不是那个就在给公家干活的时候受伤的意思啊，就是工人商人。那个时候呢，咱们做工啊，一般来讲你会发现啊，农业自己有地，哪怕是包的长工什么的啊，那都是养活对吧？养活国家人的。但是呢，你说这个工业，你比如说那时候咱们也没有说像现在分得这么清啊，什么手工业、什么轻工业、重工业之类的啊。但那个时候呢，做工，说白了地位呢也不是特别高啊。然后呢，再是商人。当然呢，不是说所有的朝代都是这个样子啊，兄弟们，不是说所有的朝代都是这样子。就是大部分是这样的，然后再就是说那个，对吧？然后咱们你看啊，你像这个刘备是什么？刘备、关羽、张飞是什么？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是什么？你比如说，我说刘备为什么是大哥？首先就有一点，他必须是大哥，他就是姓刘啊，然后号称自己是，对吧？中山靖王之后，孝景帝的玄孙啊，对吧？这个论资排辈啊，从西汉那个往下排啊，从景帝那支儿往下排，汉室宗亲，那八竿子打不着啊！这说难听点的，那500年前都是一家，对吧？同一个姓，对吧？5000年前都是一个，对吧？5000年前都是华夏子民，那在5万年前都是北京人、山顶洞人啊、元谋人啥的，你这个对吧？你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你这个意思。你看啊，咱们看这个小说里面讲刘备知席贩履，这里面啊说到贩就是小贩儿啊，对吧？小贩儿是倒腾服装的，对吧？范老师是设计服装的啊，对吧？最起码要称之为他刘师傅啊。说白了呢，又是手艺活啊，有工艺啊，他有手艺，然后呢他又经商，所以刘备呢说白了啊，这个为什么骂人啊？知席贩履之辈。这个地位不是特别高，你现在咱们说商人，你哪怕是做小生意的也很有钱，对吧？现在你那古代有的时候你有钱都不行，你像明朝的时候，明朝就是士农工商最论资排辈的。大伙儿知道那个沈万三从朱元璋开始，大伙儿知道吧？啊，这个沈万三是沈万三啊，咱就说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就是说这个。中山靖啊，说的又是中山靖啊。这个你看啊，这个商人在明朝的时候穿衣服啊，你就只能穿蓝色或者灰色的衣服。就你再有钱，就规定你就必须就不能穿金戴银。你说白了啊，你必须点儿这个，你懂吧？啊，就是不能太高调。但是呢，因为你有了钱，反正有方法有办法能让你。这个地位挺高的情况下，对吧？啊，又能遵循国家法律啊，这个事儿呢，咱们就另类了啊，这就不说了啊。然后呢，关羽，对吧？上好的豆子买些吧，啊。张飞找关羽，张飞一去啊，对吧？一过来一看，对吧？上好的豆子，对吧？上好的豆子买些吧。张飞拿一把，一攥啊。攥成豆粉啊，嘎吱嘎吱攥成豆粉啊！什么上好的豆子，分明是豆粉。然后关羽这个人大伙知道脾气非常暴啊，对吧？关羽你对吧？张飞说你这瓜保熟吗？关羽说你故意找茬是吧？我就问你保不保熟啊，对吧？你要熟我肯定买啊，对吧？张飞说我操，对吧？我卖瓜的能卖你生瓜蛋子，对吧？你要熟我肯定买一个呀啊！对吧？我能卖你生瓜蛋子啊！他要是不熟怎么办？不熟，对吧？不熟，对吧？你嫌贵，我还嫌贵呢，对吧？我这都大棚的瓜，对不对？这个对吧？他一捏成豆粉啊！关羽这个一看，这个来者不善啊！关羽一看这个人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了啊！捏成豆粉了。关羽这个人对吧？小机灵鬼啊！大家伙知道啊，关羽这个人啊，对吧？上好的豆子买些吧。张飞一捏，关羽说上好的豆粉买些吧。上好的豆粉买些吧，这个情商非常高啊。当然呢，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事实上呢，关羽跟张飞就打。这个张飞是什么呢？对吧？关羽大家伙都知道了，因为杀人啊，在河东解良县
啊，这个杀了这个人，啊，除了恶霸，不得已啊，就有人说呢，据说呢也不姓关啊，据说改名了，据说也不姓关改名了，然后呢啊，这个跑到这个啊涿郡这个地方来啊，平原令啊，就是最开始那个就是说白了，刘备不是平原令嘛，其实就也河北啊，这仨人都给河北啊，给张飞这个老家这儿，对吧？所以说他也是贩卖这个豆子的，但是呢，贩卖粮食啊还不一样，因为粮食呢说白了，咱们大伙都知道啊，古代的时候你种粮是要交粮税的，知道吧？啊，你种粮是要交粮税的，交粮税呢有什么好处呢？大家伙都知道啊，就是那古代的时候，你像尤其是收粮啊，诸葛丞相啊，对吧？去打这个啊，去打这个曹魏的时候，投降的时候都说啊，跟这个咱们的这个啊，这个跟咱们的这个郡下的这个农民说啊，我们对吧？我们采粮啊，蜀军割粮只取粮税。卖粮食的人呢，说跟农业啊还是沾一点边的。说白了，关羽啊，如果按照主要角度来讲，他是商人，但他贩卖的是粮食，这个事儿呢，还好。很多人说那豆子是粮食吗？在古代的时候啊，豆子呢，虽然说啊，咱们说这个做不了主食，但是呢，对吧？你这个关键时刻你懂啊，还是有用的啊，你饿不死，对吧？啊。然后张飞呢，很多人说张飞的地位低，对吧？涿郡屠夫嘛，啊，深井大屠夫嘛，雨夜屠夫嘛，在那个香港，那个对吧？我们达叔啊，现在已经仙逝了啊，达叔是吧？这个对吧？这个周星驰来找达叔，这个达叔呢有点这个对吧？有点打麻将打上头了啊，达叔打麻将打上头了，这个周星驰找不着啊。他就找了个警察说：“你知道深井大屠夫吗？啊，你知道那个这个张飞？很多人说他是杀猪的，其实不对啊。张飞有一个产业是卖猪肉，但是杀猪完全不用他。张飞是大户啊，什么叫大户啊？跟大伙讲一下啊，怎么个大户呢？就说白了啊，这个张飞呢，相当于他不用干活啊，他手底下有人的，知道吧？”他手底有人啊，他根本就不用就哪怕是杀猪都不用他啊，有小老弟儿干。然后呢，咱们叫桃园三结义啊，很多人说什么叫桃园三结义啊？这个所谓桃园三结义在哪儿啊？那肯定不是说在网吧结义的，对吧？也不是在游戏厅啊，更不是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，对吧？他在桃园啊，这个桃园是张飞家的，知道吧？对吧？这个张飞他家他有桃园，你想想，那个时候有地你不种地，你种桃子，张飞就应该说上好的桃子买些吧，对吧？你这个，当然啊，桃园这个事儿呢，主要还有情调在里面，也不是说非得说种桃吃桃啊，大伙儿知道吧？啊，古代的时候咱们水果不是特别多。咱们没打通那个西域的时候啊，当然呢，东汉时期也算打通了啊。就是说，当然，种在北方呢也不太好种啊，咱这里不说。那个时候呢，咱们三国时期啊，主要的水果呢，桃、李。你看啊，咱们古代咱就说桃李满天下啊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对吧？桃李，橘子啊，桃李橘子，桃园啊，作为做水果啊，咱们大伙都知道啊，那你水果那时候补充咱们维生素 C。对吧？而且甜不滋儿，那好吃啊！你种桃，而且桃这个你懂的，这吧？运输也不方便。说白了，这个能种桃园很厉害，有桃园，他家还有地，而且像刚才咱对吧，是应该算是这个河北赫有名的这个肉联厂公司的老板少庄主啊。很多人说少庄主也不算，因为张飞起事的时候吧也挺大了啊，说是少庄主已经是实际的掌权人了。这个张飞呢，而且大伙儿知道啊，越有就是说家底儿有东西，除非第一是有天赋，第二呢有能力去练武。很多人张飞练武的关羽的师傅是谁啊？张飞的师傅是谁？不知道啊。这个之后我们再跟大伙儿讲。首先我跟大伙儿讲，张飞那他是又是商人，又是肉联厂对吧？老板啊，商人啊，而且还有流水线，而且呢还经营着一片果园。那跟农业也有关系啊，而且他家也有地，他家有庄上啊，他有庄。你看那个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演啊，看起来很简陋。古代的时候，你吃饭的专门有一个厅，就跟大帐一样啊，那个厅里面陈列着好几瓮酒，
古代喝酒啊，你不像现在，你要酒这个东西啊，是你家粮食多，或者是你有钱，你不缺粮，自己家专门酿酒。古代的时候，咱也没有那种蒸馏技术啊，也没有什么蒸馏技术，也没有说什么啊这种什么，对吧？这种高度酒啊，那种酒说白了防腐也不是那么强，但是呢有方法，这个很多人也知道啊。像这种酒啊，米酒啊，什么对吧？这种的。你会发现，这个张飞他就是又有钱又有势又有地，哎，而且这个人还是法外狂徒啊，打架你也打不过他啊，当地一霸。像这种人啊，这个很多人说这个看那个《三国演义》，对吧？关某平生啊最爱结交义士啊，某愿随对吧兄长啊怎么样啊。是吧？马革裹尸，为国举啊，怎么样啊？兴复大汉啊，怎么样啊？然后张飞啊，你也一样啊。关羽又说啊，这个怎么地啊，对吧？这个我啥也没有啊。就关羽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关羽他们刘关张结义的时候，关羽跟这个刘备什么的啊，就是关羽就是怕刘备瞧不起他，知道吧？关羽是怕刘备瞧不起他的，知道吧？因为啥呢？因为这个张飞就是虽然说张飞啊也一样。没啥文化啊，听起来没什么文化，实际上张飞是有文化的，兄弟们啊，听起来没什么文化，但是这个张飞俺也一样，就显得就非常嘚儿。但是呢，张飞本身就是万人敌啊，打仗无敌啊，而且张飞呢，这个对吧？这个还有钱有势，能对吧？就是说白了，咱们说这个天使融资啊，这个刘备这个势力集团啊，这个天使融资。啊，这个很厉害啊！这个关羽呢，这你也大伙儿知道啊，这个有投名状，是不是？很多人都知道啊，这个要起义呀，要这个拉拢队伍啊，首先得有一个名分。创始人的这个人呢，可以没什么技术上的能力，甚至可以没有钱，但是这个人一定要有一个精神力。比如说，你像很多人说啊，比如说刘备就是咱们就公认了啊，就是汉室后裔啊，甭管是真的假的吧。汉室后裔，这个就是名分，在名分上呢，这个刘备是有东西的啊，知道吧？啊，所以说关羽呢什么都没有，关羽呢除了有武艺啊，怎么办？关羽就得有文化，关羽就是能镇守一方的大将啊。当然最后的结局不是很好，大家都理解。而且关羽重义，这个也是啊，无论是黑道白道，官场职场。商人还是对吧？佛事啊，佛教释教对吧？儒家、道教都有他的神位啊。关羽在对吧？是这个伽蓝菩萨之一啊，对吧？是佛教伽蓝菩萨之一。然后呢，是这个道教的这个叫关帝圣君啊。当然，这个以他的名对吧？对吧？所以说你会发现啊，这个关羽这个人对吧？我没有起步资金。但是呢，我拉团队干事儿我也牛逼。你看啊，关羽这个事迹一发出来，什么又廖化又周仓，这慕名而来，这是关羽的能力。所以说关羽呢，就还得有文化啊，夜读春秋啊，我看拿本书看啊。这现在你像我郎夜读《金瓶梅》啊，肉蒲团啥的啊，对吧？像大家伙听小郎解说精选，这个都能对吧？长姿势啊，都能长姿势的啊，对吧？这个很厉害的啊。然后呢，问题就来了，这个关羽呢，对吧？重义能带兵武艺超群，重义气，而且呢，这个相当于重义气中的重义气中的重义气，这个是创始团队啊，绝对忠心。你看，当然刘备也对吧？也后来没辜负他的期望啊，给他报仇。虽然说结果对吧，仇人呢也该死，但是呢主谋没死，孙权没死嘛，是吧？那这个就不多说了啊，大家伙都了解的啊。那总体来讲呢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呢，你看张飞啊，这个出钱出力又出这个人脉关系拉团队伍。关羽呢，就是这个人技术人种这个非常厉害。吕布一走这个典韦也没了当然咱也不说典韦到底厉不厉害啊。典韦跟关羽呢，咱们就不多说了这个说白了，他俩的性质还不一样。其实典韦虽然说武力超群，但他并不是所谓的万人敌。万人敌的不是说一个人能打1万个人所谓的万人敌是啥？
万人敌是他有胸中有韬略啊，就像项羽，就是他能带兵打仗，无战不胜。这个士兵能看到啊，士兵说我跟着关将军走，我就能打胜仗，这个就是他的士气，他的势啊，这个就很厉害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唠到这儿啊，大家伙都了解啊。我们从头唠到尾啊，就是把刘关张讲一遍，你会发现啊，20多分钟就过去了。我郎这个小评书一讲啊，你这个小滋味你品，你细品，你就，对吧？你像我整个82年的茶水品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吧，咱们大概是怎么想啊？就是说，你看唠到这儿。很多人现在在说啊，说小狼啊，你认为这个，如果按《三国演义》的描写，对吧？大家很多人说1比2赵3典韦4关5马6张飞7许8黄9姜维啊等等的这么排。其实呢，不仅是顺口溜啊，主要是带有一些这个很多后世的一些著名人物的评价。当然呢，1000个人啊，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我郎给出的排位啊，兄弟们，我郎给出的三国排位，纵观《三国演义》的全文，那这个原本啊，这个当然咱们不看《三国志》啊，咱们也不看那个电视剧，看描写，我琢磨了一个事儿啊，咱们不包括什么乌突古，不包括那些骑大象的啊，什么目录大王、朵斯大王那种啊，包括还有一些会那种乱码七糟的啊，咱就不说了啊，也抛开一些那个不出名的神秘人士，比如说像号称啊赵云啊张绣张任的师傅那个对吧童渊啊，也不包含那个对吧，就是长安第一剑客王悦啊，这个很多人都听过我郎讲过啊，这些人呢都是番外篇啊，都是番外人物啊，咱们都不说这些事儿了。那除去这些神秘人物，包括还有人说那什么曲阿小将啊之类的，我琢磨了一个事儿啊。最厉害的人呢，公认的啊，吕布啊，公认的。这个很多人说吕布也没什么斩杀大将的功绩啊，但是呢，事实上吕布为什么说是这个最厉害的呢？不是说三英战吕布啊，包括呢后来吕布跟张飞啊打啊，包括吕布呢也跟这个曹操的手底下的典韦啊，包括这个什么这个他所有的将领啊都打过啊。吕布这个人啊，这个应该说是给曹操带来一生阴影的人之一。曹操最恨的人之一也是吕布啊，因为在曹操想要打徐州的时候呢，吕布听取了陈宫的建议，袭取这个山东，对吧？一度让这个曹操陷入被动。后来曹操呢，这个人啊，毕竟曹操这个人他是一个雄主啊，他是一个奸雄啊，这个人很厉害。所以说呢，排名第一的吕布啊，因为吕布跟这个，因为曹操啊不得不服，在濮阳大战的时候啊，对吧？吕布和张辽给这个曹操打得够呛啊，确实是打够呛了。第一，吕布啊，很多人说第二是谁？二哥关羽吗？其实，在我的心中啊，我认为关羽不是第二。这一点啊，我要跟大家伙讲一个这个评价啊，就好比最近咱们打灰 K。包括昨天我们解说那个拳皇98那个广州小孩，你会发现啊，江山辈有人才出，某一个时段某一个人就厉害。像灰 K 曾经灰无敌，老 K 横空出世啊，3、5年老灰都抬不起头。但是呢，突然灰又雄起，老 K 呢，对吧，也是消失了一段。最近回来之后呢，对吧，一直被灰吊打，但是就在1个星期之前到现在，连续打了得有个4、5天了吧，老 K 跟灰5-5开。我说的5-5开啊，明白了吗？确实是5-5开，那说明老 K 又回来了。但是98呢，像昨天比赛，你看广州小孩跟这个郭振威被打成5比2，后来呢两个人再次交锋，因为有特殊规则嘛，再次交锋又打成了2比3，2比2啊，说错了。然后呢，总体来讲，郭振威比小孩厉害了，至少是昨天比小孩厉害。所以说我们不要看某一个战绩，比如说三英战吕布的时候，明文表示张飞打吕布的时候处于下风，知道吧？张飞打吕布的时候呢是处于下风，关羽一看这不行啊，对吧？我这3D 没有了，我这3D 肉蒲团没了，对吧？我看不了3D 肉蒲团了啊，对吧？你就赶紧上去。这俩人2个万人敌打1个万人敌，这玩意儿
对吧？你两个面骗，你比如说你像吧，我有上将潘凤，可斩华雄啊，我部悍将刘三刀，他早就想把吕布砍于马下啊，夺下他的赤兔马当他的坐骑了，对吧？啊，像这些人呢都没有镜头。你看那个《三国演义》里面那个电视剧啊，对吧？刚说完拎着斧头，我的大斧早就饥渴难耐，那个拎着斧头就出去了。下一个镜头，对吧？吕布给他骑着马，给他剁的，然后地下躺个人啊，对，这种就是蒙太奇，这早期的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啊，早期的蒙太奇就过程都没有，你就看结果就完事儿了，躺地下了啊，结果。这个，但是你像关羽和张飞这种角色啊，他俩打吕布啊，严格来讲就跟玩一样。当然，很多人也分析说刘备上去啊，就是为了这个收买人心、邀买人心，因为那个时候呢以未来怎么样谁都不知道。后来吕布跟刘关张确实有一段故事啊，大家伙都知道有段故事了啊。当然呢，这个都是小事儿啊，这是小事儿啊，演绎嘛，毕竟是假的啊，这不是说真事儿啊，咱们就当故事听。我分析啊，是刘关啊，不是关张就打吕布就不行了，吕布就说白了，吕布能保持不死就不错了啊，能跑反正是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张飞这是肯定是落下风了吧？但是你要知道，张飞啊，他没有参加什么特别大的战争，但大伙都知道他可能是剿灭黄巾军。那黄巾军呢，说难听点儿，对吧？张角、张宝、张良，这个张良是那个这个梁羽生那个梁啊，姓梁那个梁，不是那个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那个张良这个张良啊，这三兄弟。然后再加上什么程远志不程志远呐，还有一些黄巾军也有几个还不错啊，但是不是特别厉害的啊，不是特别厉害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我是 KYO 大哥，今天来支持我了，一手飞机打开局面一手飞机打开局面，感谢我们的 KYO 大哥，发财发大财啊！一定要模仿一下我飞的这个，模仿一下啊！感谢啊！但是今天没有什么比赛，我们就解说《三国战记》了啊。兄弟，我老讲故事也没有亏可以吃的，兄弟们啊！张角不是法师吗？那不能是三国杀啊！三国杀那两码事啊。那个好，是这么个情况啊，跟大家伙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，就是说张飞在徐州跟吕布有过数次交手，而且对吧？吕布呢，在原文当中不是他跟别人说张飞骁勇，而是吕布呢内心所想，说张飞这厮骁勇啊，对吧？这个就不敢追啊，就是因为张飞被打败了嘛。因为张飞这个看演义里面描写，张飞要把这个吕布的老丈人啊，吕布老丈人在徐州当官叫曹豹不曹什么我忘了啊。这个什么的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吕布的老丈人呢，跟曹操也不是曹操去了，这个吕布的老丈人跟张飞啊，就是因为喝酒的事儿，咱们看那个里面演啊，其实剧情是那么演的啊。咱们正常来讲呢，就是对吧？他俩就里应外合夺了徐州啊，夺了徐州呢，你懂的啊。这个徐州一丢，张飞扑鸡尿腚啊，也没受过挫呀，对吧？这个刘备呢，显现出来一个领导力了。首先呢，刘备并不是责罚啊。咱们看啊，刘备为什么能成大事啊？他并不是责罚，他是干什么呢？他是在就是安慰，他是在惋惜，他是在可惜。他说我们兄弟啊，对吧？为什么好人总是对吧被欺负呢？对吧？我没事儿，三弟要寻死不行你死我也活不了这个世上。就是刘备当领导人是有一套的，兄弟们啊。然后呢，这是第一次，第二次呢，这刘备呢一看这个吕布也不敢造次啊，吕布知道啊，这个未得民心，刘备又没死，夺徐州只不过是为了你欺负我老丈人啊，对吧？那能干吗？那你受此大辱，你老骂我三姓家奴，那能行吗？对吧？把刘备邀请回来，两个人调个个，吕布最开始是投靠刘备，这个刘备后来又投靠吕布啊，这个说白了，这是这么个原文设计，到后来大伙都了解。这个后来呢，他俩又闹掰了啊！这个张飞跟吕布又闹掰了闹掰了又跟吕布打。这时候呢，跟吕布打了，一共是怎么说呢？有150合，有50合，有150合，一共打了3场啊。那个我忘了，不分胜负。这里面的不分胜负啊，跟大伙讲一下啊。
这么里面的不分胜负呢，我必须要说一句，那你肯定有人说，那不分胜负，那是不是觉得张飞跟吕布一样了呢？这个时候是不是张飞跟吕布一样了呢？我觉得不是，是因为吕布呢，他作为一军主将，他跟张飞单挑，但是刘备这边的主将是谁？刘备呀，他不是张飞呀，而且这边还有关羽。很多人说，那他还有张辽、高顺呢，那张辽、高顺那个时候吧，可能还不出名。而且张辽呢，说白了啊，是个带兵非常厉害，真上。按照演义的描写，他跟人打，他颜良文丑他打不过的，知道吧？他跟关羽、张飞掰不了手腕子，你知道？张辽这个带兵打仗偷袭，尤其是打孙权啊，这个有一套，比谁都好使啊，比刘备好使多了啊！你给张辽800个人，这个孙权10万人都打不了啊！你这就是差距啊，这个差距，这先不说，反正呢，你就看这个吕布作为一军主将，他是主攻。他敢跟张飞玩命吗？张飞我可不惯你那套，我跟你玩命就完事了，你对吧？你怕你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吕布跟张飞打抢多少回合抢多少呗。但是呢，所谓的不分胜负呢，再有一点呢，吕布内心的描写，张飞这丝骁勇啊，不能追啊。咱们在野史当中啊，讲这个张飞是燕人啊，就是引刀成一块啊，哈哈，这个燕人啊是什么呢？古代咱们大伙都知道啊，对吧？这个对吧？首先战国七雄啊，对吧？这个春秋五霸战国七雄，对吧？齐国、楚国、燕国、赵国、魏国、韩国、秦国啊，这7国。这里面燕国是北边的啊，这是北边的一个国家啊，就是说白了就是河北，就是这块啊，这块燕国。啊，大家伙也都知道，这发生别的故事我们就不讲了。有机会给大家伙讲这个春秋战国的故事啊。这个燕国后边那个封地啊，就是对吧？啊，这个张飞就号称自己是燕人，燕人真他妈的不好听啊，就是确实不好听啊。这个燕国啊，燕人张飞，知道吧？对吧？据说啊，野史里面讲，张飞有一个部队叫燕云18骑。啊，这个叫18骑啊，这个现在咱们只有骑这个念法了，咱们以前呢还可以念骑啊，一骑当先，对吧？这个坐骑啊，现在这个叫燕云18骑啊，骑马那个骑，说他有18个敢死护卫队啊，说他这个吕布也害怕啊，但是事实上呢，这玩意儿野史啊，这玩意儿你没法说啊，你这样没法说这个事儿啊，没法说，要死了。这个天王难度进血进道具啊，主要是进道具还是挺难的，兄弟们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有一点呢，跟大家伙讲了啊，就是说这个，所以说呢，我认为排名第2是张飞。很多人说那张飞跟吕布一样，那就光跟吕布打就说他是第2了，那你就是他妈的班里的第1名、第2名，其他人不参与了呗？不是的啊。张飞呢，其实你看啊，张飞斩杀纪灵的人是谁？张飞。关羽跟纪灵打没打过？打过，但是关羽没有斩杀纪灵，是张飞斩杀纪灵。而且张飞呢，你看张飞的战绩啊，张飞跟马超打平手，但是呢，说难听点啊，马超呢这个要比这个张飞要年轻一点点年轻一点点啊。当然咱说这个年富力强，张飞也不能说是全怕少壮啊。总体上来讲呢，这马超也很厉害啊，马超也是很厉害的。好了，感谢我们的退后哥一手5伏飞机支持我了啊！感谢我们退后哥，祝我们退后哥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发财啊！一定要多多发财啊，对吧？纪灵就是被张飞斩杀，而且你看啊，马超跟张飞打平手，很多人说那对吧？那许褚跟马超打平手，这里面我要跟大家伙再讲，马超他是跟曹操作战，马超是主攻，他作为一个主攻，他作为一个主将。他也是跟吕布啊一个意思啊，就是我不敢那么用全力，我万一我受伤了，我不输了吗？对吧？那许褚一个对吧？对吧？曹操是主，许褚无所谓啊，我跟你玩命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对吧？所以说打成平手是很正常的啊，就虎吃嘛啊。这个而且许褚武力当然也不低的，大家伙都了解，许褚这个人跟典韦也是不分胜负，但是这个对吧？这个许褚可是打不过张飞啊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明确描写，许褚打张飞的时候有2次是败给张飞，一次呢是因为对吧曹操兵败啊，张飞对吧就把他给对吧打败了。第2次呢是他这个跟乌巢酒仙差不多
他押运粮草的时候呢，这个喝多了啊，也不能叫喝多了吧，就是醉酒了，喝酒了有点晕马，可能有点马驾啊，就酒驾了啊，就是这个对吧？这个打不过就被张飞打了，而且呢被张飞说难听点啊，这个捅伤了，没死是受伤了啊，这个明文啊这个描写。很多人说，那你张飞对吧？你喝多了你怎么办？咱先不讲那个醉拳的事儿啊，咱先不讲醉拳。张飞喝多了跟吕布也打平手了，你总不能说张飞这个人耐久性强吧？越喝酒越猛，也有可能。但是总体上来讲，那你失败一次，对吧？也就算了，那2次败给张飞怎么说啊？这点就值得回味了啊。好，他想要跳这个左慈。好的呀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曹魏名将，在后期第1大后期啊，张合从袁绍时期啊，就是传说中的这个五虎吧，这个河北4廷柱啊，从那个时期就是河北4廷柱。这个说白了啊，这个你懂的啊。这个张合高览，咱说输给赵云，咱就不说了。这个张合可是对吧？除了五虎上将，谁见谁虐他啊？但是呢，跟张飞，他完全打不了张飞，对吧？魏延，对吧？魏延挑战来啊，张飞，我跑吧啊！张飞太厉害了啊！好，这个地方很难啊，兄弟们啊！不放隐身衣跳左慈，说白了更有难度。真的不放隐身衣跳左慈啊！廖化可能他没有张合那么厉害啊。廖化最牛逼的战绩是什么？差点生擒司马懿，兄弟们，廖化最牛逼的战绩是差一点点生擒司马懿，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战绩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叫咱们说这个张飞嘛啊，张飞跟张合打，张合你也知道啊，那张合后期谁也打不了。对吧？魏延也打不了，那只有张飞能打啊，对吧？这个大家伙知道了啊，知道就好了。然后张飞呢，斩杀纪灵，你看啊，又斩杀纪灵，又怎么样？而且呢，深受关羽赏识，跟马超又打平啊。入蜀中的时候呢，对吧？张飞，小的们看招，太强了啊！然后呢，这个刚刚我跟大伙也说了嘛啊，就是那个这个张飞啊，首先张飞呢，在这个入川过程当中，一路啊都是望风而降，那个义士严颜，对吧？义士严颜，汉中争夺战，对吧？这个帮这个霍峻大战张合啊，大战许褚，对吧？大战许褚，那就在那个地方把许褚又打败一次啊，大伙知道了啊。然后呢，像什么这个曹魏的其他将领啊，张飞那就比不了了啊。张飞这个人呢，性格上是有缺点的，咱们待会儿知道，但是他也有优点，他对吧有本事的这种军师啊文官啊特别的敬重啊。大伙儿都知道关羽对吧？关羽对下人好，张飞对下人不好啊，这都是相互交错啊，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然后第2名是张飞，第3名是谁啊，兄弟们啊？演义里面明确的表示，理论上来讲，关羽是可以排到第2位的。很多人说，那你怎么不排赵云？在演义当中，我觉得赵云的战绩啊，从他年轻的时候少年将军，到后期啊，无论说是你，当然咱不能讲那个长坂坡那个啊，长坂坡那个的话呢，那你不如讲那更神奇的是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啊，对吧？大战黄忠啊，这个关羽这个事儿啊，我觉得排到第3名的。应该算是并列第3名的啊，应该是马超跟关羽。这里面很多人说，小狼，你看来你是对吧？季汉的死忠粉，对吧？你就是对吧？就不说一说别人啊？为什么不说典韦啊？为什么不说其他人呢？其实没法说啊，没法说。这个按演义的描写，演义嘛，三国演的是什么？演的是义。越是这种有义气的人啊，比如说你又是有这个有责任心的人，像诸葛亮都是歌颂的啊。诸葛亮在真实历史当中也确实很厉害，只不过呢没演义中那么厉害啊，但是呢也很厉害。那演义里面谁得天道，对吧？谁是正义的一方？所谓的正义的一方，
那仁者无敌，兄弟们啊，仁者无敌。第四名，为什么马超呢？啊，这个曹操这个人啊，特别愿意给人评价。曹操曾经也喜欢有人评价他。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啊，我玩那个游戏里还有那个人叫什么来着？我忘了，3个字啊。做军师还可以。我玩《三国群英传2》那个人他妈的叫什么来着？就他给人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，有很多人想要求他给评价的。那个人3个字的叫是什么？三国时期评价人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啊？徐子江是吧？对，徐子江啊，对，徐子江是许啊，是许，应该不是徐，应该是许啊，应该是徐子江，他的名字啊，不是司马徽。对，徐子江啊，这个人呢，给曹操的评价是什么啊？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枭雄啊！所以说，你看咱们《三国战记》里面最后一关叫乱世枭雄，对吧？啊，这个曹操也喜欢评价人。你看那个青梅煮酒啊，煮酒论英雄。咱们看那个 B 站的鬼畜啊，对吧？夫英雄者啊，为使君与操耳。对吧？而且他把刘备放在自己前面，当然啊，这也是谦虚啊。古代人呢，就算是要夸自己，他也不能明着夸啊，他点对吧？是吧？先下英雄者啊，对吧？就是你和我啊，就是你老哥和我，咱俩。但是现在明显你是我小老弟儿，对吧？明显你是我小老弟儿吧啊。然后呢，咱们大家伙了解，曹操给这个马超的评价，对吧？马儿不死，我心难安呐，对吧？三国第一国王是谁啊？马腾。一有点什么事儿，你就说那西凉马腾啊，懂了，先生懂了啊，求先生教我啊，简单啊，简单，对吧？你就说那西凉马腾啊，对吧？啊，你就说那西凉马腾啊，你这个就很难受啊，这个，对吧？这个曹操为什么这个曹操给的这个评价，而且杀的曹操割须弃袍，对吧？曹军大将曹洪被马超砍伤，而且一个人啊追曹操追出了他妈的得有好几十公里，这个曹操脑瓜子嗡嗡的啊，这确实是啊，对吧？曹贼、奸贼、恶贼，对吧？啊，穿红袍者是曹操啊，长胡子者是曹操，有头的是曹操。看黄片的是曹操，拿手刷微博的、刷抖音的是曹操，哎，来吧啊，反正就是曹操啊，这个你懂的啊，这个，而且呢跟张飞打成平手啊，这个也很厉害，而且马超呢也是帮助刘备拿下成都的最重要的功臣啊，因为他最开始呢他是跟张鲁一伙啊，但你不能说一伙啊，应该说是投靠张鲁。张鲁呢觉得马超这个人厉害，让他去打刘备，结果呢让刘备给收了啊，对吧？刘备这个让这个李辉啊，这个在《三国演义》原文是诸葛亮想去啊，就去睡降这个，对吧？睡降这个马超啊，但是后来说改成了李辉啊，但是事实上马超呢早有投降这个刘备的意愿，对吧？然后这是一个，这个马超和关羽那就是过五关斩六将。关羽的黑点呢啊，就是到后期的时候呢，关羽老了啊，关羽累了啊，打黄忠啊，说白了啊，打不了啊，黄忠这个人老，黄忠也老了，对吧？你是马占优势，否则可能是平手，而且黄忠一手对吧，百步穿杨，打庞德打不了啊，后来呢，水淹七军啊，这玩了个赖，庞德毕竟不是主将嘛啊，主将是于禁啊。然后呢，过五关斩六将，颜良文丑，这是当然正史咱们不谈啊，咱就说演义里，颜良文丑，对吧？解白马之围，外加这个过五关斩六将，对吧？再加上战黄忠啊，再就没啥。关羽其实战绩啊，你对吧？你就基本上你能知道咋回事啊？斩华雄，对吧？斩华雄啊，就是这么回事了啊。
然后很多人再往后排怎么排呢？其实吧，这个排武力值呢，都是很多人的这种体现。很多人排武力值啊，尤其是像那种武侠小说最喜欢排，像隋唐英雄传》官方里面就有那种排位了，对吧？隋唐英雄传第一条好汉李元霸啊，使出对吧？使出一双擂鼓瓮金锤，一个人可以打15万人啊，对吧？这个天宝大将军在他面前啥也不是啊，就排第2的人跟排第1人啥也不是。你看《江湖百晓生》这样小说，多情剑客无情剑也有排名啊。这个金庸里面的排名呢比较少，它都是比较隐晦的，你排名就在你观众自己排，我不排啊，你自己排，对吧？某一个时期的我练不练九阴真经啊不一样，你懂吧？啊，这个都是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呢，你像三国里排呢，咱们自己排吧，就是说咱们如果按巅峰时期排，一吕二张啊，就是张飞，一吕二张，三关马，对吧？三关马是这么排啊。第5位到往后排，我觉得意义不大，这个意义不大。包括很多人说太史慈跟孙策怎么样，我实话实说啊，太史慈跟孙策呢，远远没有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弱啊，但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。太史慈跟孙策就这个武力值来讲，他俩属于跟这种张飞、马超、关羽就比不了的啊。然后呢，赵云跟典韦呢，他俩应该是独一档，他俩属于保镖类型的，对吧？带兵呢也是合时的一个，对吧？一个手段。同时呢，这个你，对吧？你光会这个，对吧？光会这个步战啊，你点骑马，你点射箭，你还会暗器。你像有古代的时候暗器，有的人假装失败，假装负伤，回头一箭啊，这个箭要准；有的人啊拍着马假装受伤，对吧？回头从怀里面直接捞出一个流星锤扔出去。这个流星锤是这个旋转状的啊，就算你拿武器挡，它流星锤也嗨你一下子，疼啊，对吧？啊，对吧？这个流星锤这暗器，这张飞就有这个技能，张飞是可以射箭。辕门射戟的时候，张飞射箭的能力啊，满分应该是10分，张飞应该是8分啊，达不到9分，达不到10分啊。能达到10分的人有谁呢？啊，有这个排名第1吕布。吕布的这个射箭能力啊，不光是辕门射戟，在18路诸侯大战董卓的时候，吕布这个对吧？这个射箭的这个箭术就很厉害啊。同样啊，还有厉害的人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这个黄忠啊，包括像什么严啊，这都很厉害。包括什么夏侯渊，这个箭法啊，就射箭的这个箭术啊，都很厉害啊，这都很厉害。这都是夏侯渊的技能也都达到10了啊，达到10了。这个黄忠也是10。啊，所以说黄忠跟夏侯渊一生之敌，啊，一生之敌，两个人都是用刀，啊，差不多，啊，黄忠可能稍微老一点，啊，排名第1的剑术啊，就是比黄忠还厉害的就是吕布这个人是最厉害的，这个对吧？张飞和纪灵俩人就搁那内心搁那描写啊，说你看这个吕布啊，辕门射戟，虽然说呢啊，这个咱们那个戟是不动的，啊，然后呢，对吧？我也是不动的，我们站着不动射箭。真正射箭难是就是你这个马你还在走，然后那个目标也在走，你射这个是难的啊，非常困难的。但是呢，由于辕门至中军帐啊，对吧？有120步之远，大伙儿知道吧？啊，他们这个古代有这么一个设计，这一步是多少？120步。那你说咱们叫百步穿杨，这个呢是扯犊子啊。首先百步啊，它能射中杨树这是肯定的，你这个箭能穿过杨树，这个是扯犊子啊，这个那你那杨树肯定是提前用大棚扣出来的啊，百步穿杨，这个扯犊子啊，这玩意儿李广射虎什么的啊，这都是招式名字啊。但是呢，120步射中那个辕门那个对吧？那个半月戟上那个小针儿从那穿过去，这个技术相当于咱们现在看奥运会10环啊。嗖过去了，10环啊，就10环，知道吧？啊，所以说这个就很厉害。所以说咱们把这个故事往这一讲啊，你就明白了啊。这个射箭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，而这个赵云的射箭能力呢，
据《三国演义》里面讲是9，比张飞厉害啊。在《三国演义》跟东吴这边描写这个诸葛亮，诸葛亮想要什么呢？想要这个对吧？借东风啊。赵云把诸葛亮接走的时候呢，是射这个有这个丁奉跟徐盛2个人过来追，他一箭射掉了一个帆啊。有这个我操，这个死的太惨了啊！这有这个描写啊。但是呢，赵云呢还好一点，典韦呢是没有明确的啊用弓箭的。而且典韦的马战也没有明确的记载啊。这个胡车把他的这个双戟偷走了之后，典韦的战斗力呢大大的下降。尽管大家伙都知道啊，这个北地羌王张绣武力值也不低，张绣拿下典韦还是很惊险的啊，因为是有小右兵啊，自己后来把这个典韦捅死了啊，也就是这么回事啊。典韦呢有致命的短板，没有弓箭，没有马战啊，或者说弓箭能力有，但是低。对吧？啊，赵云一生无败绩啊，这个是纯扯犊子。首先呢，赵云跟一些将领平就很多啊，这很多人说，你要是名将，你要是真是1里2少，你应该赢才对啊，你怎么能平呢？对吧？啊，平。还有一点呢，你看那什么诸葛亮一来，对吧？子龙将军啊，可以率军出战。但是切记，只许败不许胜。他妈的，天天诈败，天天诈败，怎么就没败过？当然，这个败啊是诈败啊，咱就不当他败了啊。但是，对吧？只许败不许胜，这个事儿对于赵云来说啊，太多了啊，太多了。那这个就这个情况啊，就这个情况啊。对呀，你警卫这种事儿，他武力值他不能算到这个那种战争上啊，是吧？你懂吧？你懂吧？啊。所以说呢，什么1里2少3典韦这个事儿呢，我不认同。我认为是综合实力啊，包括带兵。曹魏将领当中最有价值的，说白了啊，这个价值最高的张辽啊，5子良将。我说句实在话，包括忠心程度，都一样。你像那姓夏侯的、姓曹的，对曹操的忠心度那肯定是101，张辽也不例外啊。包括后来的张合。那对曹魏那是鞠躬尽瘁，死了之后都能变成一把椅子的，知道吧？啊，张辽，啊，这个，你看张辽，有张辽在啊，这个孙权这辈子都没有到过合肥，知道吧？啊，张辽一辈子都被困啊，不，这个孙权一辈子都被困在合肥的啊，非常的嘚儿啊，很面啊，这个人。徐晃呢，被称之为周亚夫之风。扳倒这个吕布，很多人说啊，不，吕布去了，扳倒关羽，很多人说那不就是对吧？这个谁呀、这个陆逊出谋划策，对吧？吕蒙呢，这个亲自主导啊。其实呢，还有一个仇人，关羽的仇人呢，就是曹操的将领，曹操派这个曹仁呐，尤其是这个对吧？尤其是这个徐晃啊，徐晃字若轩啊。这个就他，在背后捅也是啊，这边背后捅刀子，那边在前面捅刀子，关羽没办法败走麦城啊，对吧？就是这个路子啊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。所以说你们懂了啊，这个在曹操里面最有价值的人，对抗东吴这件事上就是张辽啊，张辽。夏侯惇和夏侯渊，夏侯惇你看啊，那咱就说。对吧？火烧博望坡就这一下子，对吧？你这个一下就懵了。火烧博望啊，然后再就是那个这个你再看这个夏侯渊，对吧？这个定军山，你这个确实对曹操来说啊，这个失败了嘛，你懂的啊，对吧？张合一生都在失败，但是张合一生都是在，对吧？他最大的成功就是攻下了街亭，对吧？这个马谡呢，马参军。马谡呢啊，这个说白了急于求成，马谡是有真才实学的，无奈之下啊，这个马谡呢这个人啊，实在是有点这个他只能说是作为这个，对吧？作为这个谋士可以，但是带兵这个人没有兵魂。好的，一手写下关羽大斩曹操啊，好的，这是秀了一下啊，这个算一命的兄弟们啊，这个不是一命，这个算一臂啊，反正通关了。boss 死了就通关了，兄弟们啊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。讲这个故事，我郎这个三国评书，你看我还没有讲完到桃园结义，讲完了讲武力排名，这个故事就结束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郎这个小嘴皮怎么样？
我要真做一个节目啊，是百家讲坛，我好好的策划一下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个故事讲呢，那真的是啊，上到99，下到刚会走，那听到我这个故事绝对是没说的啊。好的，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